河野太郎公布了竞选方针，对华态度不敢冒进，推动在日本部署美国的中程导弹，又是谁最心急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由于前一段时间日本自民党总裁菅义伟突然辞职了，然后下一届他也不想干了，所以最近自民党也要开始选新总裁。现在呢，也是4个人要竞争这个位置，听上去跟台湾国民党也是挺同步的，都是4个人。这4个人呢是河野太郎、岸田文雄、高市早苗，还有一个野田圣子。而自民党总裁这个位置到谁手里，基本上也就意味着谁要坐上日本首相的宝座了。所以这几个人的态度、思想，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日本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。一个不可回避的、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就是中日关系。18号那天呢，4个候选人集体出席了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的公开讨论会，大伙儿都把自己的态度亮了一亮。很明显，这4个人的对华政策明显是分成了2派。河野太郎和野田圣子在某些意见上更为接近，而岸田文雄和高市早苗这2个人更加相似。根据日本 TBS 电视台报道呢，说是在中导条约失效以后，美国有个想法，要在日本、台湾还有菲律宾等地部署中程导弹，对抗中国。反正呢，菲律宾说了不行，台湾呢是肯定愿意。现在就问这4个自民党总裁候选人对此是什么态度？这里边最着急上火的是高市早苗，他说在日本部署美国的中程导弹绝对有必要，要求是什么呢？空军基地几乎覆盖了全中国，所以日本部署中程导弹对于应对中国来讲会有效果，这对保卫日本来说非常有必要，日本应该主动请求。他还说了，美国研发的射程更远的弹道导弹目前已经取得了进展，最好能在日本也部署几套。日本呢还自己应该研制生产电磁脉冲弹，不知道他明白不明白电磁脉冲弹是什么东西，意味着什么，估计他身边有个瞎出主意的伪军迷。而这个岸田文雄呢是故意打马虎眼，说对美国的想法不能完全否定，要看美国打算把导弹部署在哪儿，搭载什么弹头。那估计意思就是在驻日美军基地里边部署常规导弹他能接受，要是给日本其他地方昭和那个不行。而野田圣子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说应该采取妥善外交政策，日本2战之后搞的是和平外交嘛，你们怎么一上来讨论军备方面的问题了？谁说中日一定要开战啊？这种以结论为主导的讨论极其危险，这种危险假设性问题他拒绝回答。河野太郎说的是最清楚的，他说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，还要发展经济和人文交流才行，要发挥的是日本的外交能力。你们居然想攻击中国的基地，这纯属是昭和时代的思维方式，不利于日本跟中美之间的关系稳定。日本这点防卫开支不是你们这么瞎折腾的。河野太郎说这话呢，其实也不稀奇，因为他在日本政界算是有名的亲华派，比较重视中日关系，至少比其他几位更理性。而且根据民调，河野太郎的呼声最高支持者占 48%， 基本相当于另外3个候选人的总和。也说明对于跟中国开战的想法，日本多数人还是知道深浅明白死活的。如果河野太郎当选，有可能会试图缓和中日之间的关系，但是他上任之后最大的阻力，一方面是国内的右翼，另一方面是美国压力，很可能在一些敏感的话题上言行跟现在不太一致。当然了，作为日本的首相的话呢，他的很多观点恐怕只能按照官方态度进行表达。所以要打击岸田文雄、高市早苗这种极端反华的日本政客，我们从官方到民间应该给河野太郎这个日本知华派一定的活动空间，一定的支持，比如加强经贸往来，同时也要对日本保持足够的压力，让河野面对日本极右翼观点的时候有反对的理由和依据。扶植一派，打击一派，这是阳谋，我们完全可以用这样的阳谋提醒日本的政治势力，敬酒罚酒我都有，选择权在你自己。好，关于日本自民党4位总裁候选人的观点，今天呢我们就分析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